Hello， 大家好，我是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小李哥。就在前几个月，孩子吵着妈妈说想要报名解魔方比赛。什么？解魔术方块还有比赛？在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今天小李哥就借着这一次带孩子比赛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这场魔术方块比赛，也一起说说我今天的心得感想。我先破题一下，今天我还真是惊呆了。喜欢听小李哥分享加拿大生活的朋友，请您订阅关注小李哥的频道，并打开频道的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影片吧。魔术方块是怎么样进入我们家的呢？这还要说到在 COVID 疫情停课的期间，一群住在同样社区的小男生，只能聚在社区的草皮上，研究各种网络影片上的新东西。就这样，孩子开始研究起了 Cube， 很快的他就解开了6面。妈妈也很支持他继续进步，给他买了一颗竞技用的 Cube 和计时器。我很开心的是，在他朋友都因为各种原因不再玩 Cube 的时候，他还是继续练习，在速度上精进。孩子还是个好老师，帮忙老爸我完成了多年的梦想，解开了魔术方块的6面。孩子能成为自己的老师，父子能够努力同一件事的感觉，这还真是棒。爸爸，我要报名 Cube 的 competition。 听到这句话，我还以为孩子在开玩笑，但上网一查，还真有，是我孤陋寡闻了。不但有，还有各式各样的项目。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留到等一下一起说。比赛报名的人数很多，我们报得晚，第一场老早就额满了，第二场还得候补，不过最后还是给我补进去了。比赛当天是 Victoria Day 的长周末，我们得赶早6点起来。加拿大就是大，从我们住的地方要开车50分钟才能到比赛的地点。到了现场，我们果然是第一个到的。小时候上学，住得远的同学总是第一个到教室，住宿舍的总是迟到，就是同样的道理。扯远了，我们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因为比赛的成绩是全球通用的登记，进场时还要核对护照，这么正式也是出乎我意料。后来才知道，全场只有我们是拿台湾护照，这样算是台湾代表吗？总之看到了国旗，还是小小的骄傲了一下。随着比赛的时间接近，人也慢慢的多了起来。看着这些前辈们一桌桌的装备展示，我才发现除了 3x3、4x4、5x5、还有这么多种的 Cube， 这么多种的竞赛装备，真是开了我的眼界。针对第一次参加的选手，赛前还有规则的说明，还有一段比赛的示范。裁判秀了一段 6.993 秒，大家都惊呆了，看来最强的是裁判了。正式比赛是5次成绩的平均。第一轮的第2场，我家的小朋友因为太紧张，方块转一转就爆开了。很开心他没有放弃，捡回来继续完成比赛。第2场40多秒才完成，但是后来他在第4场拼出一个19秒的，总成绩也排名到第4。本来以为晋级第2轮稳了，后来才知道这只是第1组的成绩，而第1组都是第一次参加的新手，第2组之后才是高手。总共有5组60人，取48人晋级第2轮。随着一组一组的比赛完成，他的排名越来越后面，最后只排到第46名，刚好晋级复赛。复赛是在下午3点，中间是其他项目的比赛。
有 4x4 方块、5x5 方块、单手解 3x3、Square 方块，最后还有 Megamin's Cube 和盲解 3x3。4x4 和 5x5 我还能想象，但其他的就远超我认知了。尤其是单手解 3x3， 前面高手的成绩大约在15秒左右，还真是一手让你，还会赢你这个概念。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孩子倒是交了一群共同爱好的好朋友，他们也不吝啬地分享比赛的经验。孩子也利用这段时间和朋友一起练习，学会更好地控制转魔方的节奏，先求成绩稳定，再求成绩进步。虽然他最后的成绩停在了第2轮，但第2轮的成绩也比之前进步了3秒多，总排名也前进到了42名，突破了在家中练习的成绩。最后他还在朋友的鼓励下解锁了当比赛监察员的初体验，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Hey Raymond, how do Bill be a judge? Huh? How do Bill be a judge? So they put the box on it, and then they say ready, I put it off, and then they do inspection, and then all the way to, and then when it's at 8, I say 8 seconds. At 12, I say 12 seconds, and if they go past 15, then they get a +2. Nice. 当初在报名的时候，我是上网做过功课的。我知道以我孩子在家中的成绩，最多就是进到第2轮。我不是带他去赢的，而是带他去输的。我希望因为他看到一群高手，可以有更多进步的动力。当我看到他眼中泛着光，看着高手比赛，我就知道今天不虚此行了。除此之外，我很开心他今天交了一群新朋友，一群无私分享、追求共同进步的新朋友。也很开心他在比赛中失误的时候，可以坚持到底，完成比赛，最后找到方法突破自己。最开心的是，在比赛中，孩子愿意祷告、呼求，时时与神同在。一场 Cube 的比赛，胜过我在家中千言万语的碎念。感谢主，也感谢这场比赛。这一集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边。小李哥的生活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个台湾人的家庭在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请您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更新哦。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